去银行取钱，柜员误把50万看成500万，多给了我450万。我和客服表示金额不对，他却说离柜概不负责。还有这种好事？可到了晚上，银行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：毕先生，您下午从我行拿走了800万，其中50万是您自己的钱，请及时归还我行的750万。今天去银行取钱，柜员眼花了，把50万错看成了500万，直接给了我500万的现金。看着沉甸甸的几大袋钱，我犹豫了，因为我卡上根本就没有500万，我的卡上最多只有50万零几千块钱。看着这突然多出来的400多万，一瞬间我的 DNA 狠狠动，我的喉咙在不自觉地被咬。没有人不喜欢钱，更何况是如此大的一笔天降横财。柜员突然开口提醒：“麻烦您清点一下，我行规定离柜概不负责。”我点点头，直接拿着钱离开了银行。出了分行，我掏出手机打开了录像，然后在摄像头的注视下，用另一部手机直接打电话给银行客服。我是毕云涛，今天下午3点33分我在你们广宁分行取钱，出来后我发现金额数额不对，麻烦给我预约一个时间，我申请重新办理。我冷冷地说道，故意把取钱2个字咬得很重。银行客服听到我的话后，立马不乐意。毕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我行规定离柜概不负责，很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是我帮不了您，请您理解。哎，你这人怎么是这样的？你工号多少？怎么这样说话？我这是为了你们好，为了我们银行好。对面客服立马乐了，他遇到过无数次这样的事，这种客户都是糊涂的，当面没有清点清楚，事后发现数额不对了就来闹事，他们难道不知道世上没有后悔药吗？先生，我的工号是……客服麻利地报出了自己的工号。您这种情况，我们真的没办法处理。离柜概不负责是保护双方权益的规则，您当时没清点清楚，现在实在不能为您重新办理，请您理解。说罢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刚挂断电话，银行短信就已经发了，要求我给刚刚的服务打分。我直接打了10分，毕竟我要的就是他这个话。我早想治一治他们，我从来没有给他们工作人员造成过任何麻烦，可他们就因为你要办理业务，为了自己的提成收益，忽悠你开通这个开通那个，然后就开始各种欺骗消费者。好几次我明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只办理存款业务，不办理其他任何业务，可是偏偏工作人员就一直有意无意引导我把存款转成理财，转成保险，还说什么收益高。我看是他们提成高吧。更令人啧舌的是，过世子女却继承不了他们的存款，因为户口本证明不了你爸妈是你爸妈。想到这里，我麻溜地把卡里所有的钱全部转走。此时广宁分行却是炸了锅，行里的工作人员一个个神色紧张，行里莫名出了几百万的亏损，所有人都要被追责，所有人都费解。很快原因查明了，下午有个客户原本只是打算取50万巨款，可是柜员竟然取了500万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位客户在行里的存款为0，原本剩余的几千元存款也在不久前全部被转走了，连强行划扣填补损失都做不到。顿时整个分行里议论纷纷，这件事情怎么看都像是有组织有预谋。为此领导再三确认柜员与客户非亲属关系后，才一脸铁青地走进了行长办公室。行长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已经查明原委了，柜员与取款人毕先生没有其他特殊关系，柜员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已经查过了，毕先生之前与我行有很大的矛盾，我们预计让他把钱还回来的概率无限接近于0。分行长看着桌子上关于我的客户资料，沉声说道：“这种事情瞒是瞒不住的，肯定要上报总部，向上汇报就行，该受罚受罚，该追责追责，我们尽力找姓毕的追回损失就行。不过银行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，他既然敢拿，就要做好家破人亡的准备。上报总部时就说姓毕的多拿了咱们分行的750万。行长，你真是高啊！”深夜我正躺在家里刷视频，银行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，请问是毕云涛先生吗？今天您去我行取现，对我行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，现在对您做出正式通知，事发原因是柜员不小心多给了你几百万，我们即将动身，会在深夜前往取回，请您配合，否则我们会走法律程序，动用一切可能手段追回资金，对您造成的任何额外损失，请您后果自负。那边语气之中傲慢尽显，这是相当高明的话术，即使我不同意他们现在过来取，也会在无形中承认我多拿了银行几百万的事实。我国不当得利会涉及到法律责任，严重时会牢底坐穿。这种情况下，正常人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好好沟通，尽力解释，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，是由于柜员不小心眼花才会造成这次意外，然后根据对方态度来揣摩下一步行动吗？为什么他们要一脸傲慢地通知我还钱，还说不配合后果自负？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什么几百万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而且你们不是说了，你们分行的取现业务离柜概不负责吗？是这样，关于离柜概不负责这条规定，最终解释全归本行所有。按本行规定，取现时如果您这边没有核对好金额，出了问题，确实是离柜概不负责。这条主要是针对顾客的，如果是我们不小心多给了，还是需要您退还的，毕竟这个涉及到不当得利，是违法的。对方的话直接把我逗笑了，真是流氓啊！钱给少了，客户没发现，那就是离柜概不负责；自己钱给多了，就成客户不当得利是违法了。合着分行少给顾客钱后，多出来的钱就不属于不当得利了。还有你说我拿了你们银行几百万，我问你，你怎么证明这几百万是银行的钱？毕先生，我们行内有监控的，你推脱不了的。看来对方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户口本都证明不了我妈是我妈，你们怎么证明监控里的人是我？就不能是别人化妆成了我的样子吗？我也知道我这话明显就是在耍无赖，但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。果然对方听到我的话后，顿时沉默，面对自己的流氓话术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复。其实我和银行去年就在打官司，案情明了，证据充足的情况下，到现在都没有结案。律师和我表示，即使最终官司能够打赢，银行工作人员拒不执行的概率也很大，因此我的底线就是钱可以还，但是只能还200万。下定决心后，我缓缓开口道：“这样吧，去年我在你们分行有250万的存款不翼而飞了，你们说是员工个人行为，我不认可。钱是在你们银行存的，出了事就该你们负责。这个官司咱们一直打到现在，现在我可以选择撤案，这次我只归还200万，多出的250万本来就是我的，这样可以吧？”不料听到我的话，对面却炸了。200万，
毕先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得还我们750万！我觉得我的脑子一下子被牛踢了，嗡嗡有些反应不过来。毕先生，去年的事情我行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，您账户上250万不翼而飞是我行员工的个人行为，与本行无关，与这次您多拿了我行750万的事不搭嘎。这750万您该还还得还，至于那250万的事，咱们要相信法律，自会给一个公道。对方的话直接把我气得够呛，律师都已经说了，即使那250万胜诉，他们拒不执行的概率也很大。现在让我相信公道，我本想发作，但还是深吸一口气，决定问个清楚。你刚刚说我从你们银行拿走了多少？您下午从我行拿走了800万，其中50万是你自己的钱，750万是员工个人失误。你如果不及时归还，我们不排除使用法律手段。不还了，要打官司，随便你。还未等对方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原本只是想给银行一个教训，让他们收起自己的傲慢，结果他们变本加厉，明明只有450万，却硬说成750万，无形中多了300万。大不了就打官司闹上法院，反正我有证据。我下午的视频不是白拍的，它是一份极其完美的佐证。去年我在银行账户上的250万不翼而飞，银行工作人员左右推脱，说这钱与自己无关，是银行员工个人行为，不应该找银行。可当我问他具体是银行哪个员工时，他们却说是关乎员工隐私，不方便告诉。这不明摆着拿客户当傻子逗吗？钱确确实实存在银行，出了事就是银行的问题。这么一目了然的案子却一直拖了又拖，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案追回钱款。只不过我不明白，按理说我只归还200万的方案，银行即使不同意，多少也会考虑一下。但是他们为什么反而一口咬定我多拿了他们750万？这多出来的300万是怎么来的？第二天一早，我家的房门就被敲响，分行的工作人员找上门了。我现在的住址从未透露出去，对方却能准确找到我的地址，真是小看他们。毕先生，你多拿走了我行的钱，今天我们过来取钱，烦请把那750万物归原主。什么750万？我不知道。毕先生，如果您继续这样，我们不排除使用法律手段，到时候您需要承担的不只是750万这么简单，还要承担我方的诉讼费、误工费、来回路费等等。而且我们会把这笔钱记录在您的征信上，那样您就成黑户了。您可想好了？大堂经理说话声音不大，但是话里的威胁之意却十分浓厚。你把我当傻子整了？只有贷款才会上征信，这笔钱没有我相关的贷款签字，凭什么上征信？我还钱也行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做离柜概不负责？这条规定是我行定的，最终解释权在我行，具体原因昨天已经和你解释过了。这条规定与您归还不当得利不搭嘎。那去年我在你们行里250万存款不翼而飞呢？你们至今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个早就解释过了，是我行员工的个人行为，我行也是受害者，与现在这件事不搭嘎。你说是你们银行员工个人行为，你把他身份告诉我，我去找他。这个涉及到员工个人隐私，无法告诉您，我们行内会予以追责的。而且这与您归还这750万不当得利不搭嘎。哒嘎哒嘎哒嘎，听得我都头大。那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谈的，咱们法庭上见吧。我并不客气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毕先生，我提醒您一下，早还款对您来说反而是好事，不然您的损失比我们大得多。不信您可以联系下您的爱人。对方一副吃定我的样子，看得我惊疑不定。就在这时，老婆打来了电话。老公，咱们公司所有的钱全被冻结了，说是涉嫌诈骗。听到妻子的话，一旁的大堂经理顿时就笑，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。毕先生，放弃吧，强撑下去对咱们都不好。我没有理会他的冷嘲热讽，走到一边开始与妻子私聊。咱们公司开户型有4至5个，里面的钱全被冻结了。一大早收到的消息，所有开户行里的钱全被冻结了，联系各个银行，他们说这些钱涉嫌诈骗。听到妻子的话，我立马看向了大堂经理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拿这个威胁我啊？我瞬间明白了银行的想法，他们就是想拿冻结现金流这招来逼死我。夫妻名下的公司经营10多年了，在户头里最久的一笔钱都有10年之久，要是涉嫌诈骗，早就被冻结了，怎么会现在才被发现？听到我的话，大堂经理脸上笑嘻嘻，让我们做出一家这么大的企业，我们是做不到的，但是搞垮一家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很轻松的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的拳头紧紧握起，只想打他。我知道他在暗示我。电话那端，妻子久久不表态，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。我紧握拳头，一言不发，已经有些认命了，终究还是没有斗过银行，真是遗憾。不料下一秒，妻子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。老公，我支持你，这银行欺人太甚了，即使咱们生意不做了，也得狠狠出口恶气。刹那间，我都怀疑自己出现幻觉，不敢置信地听着妻子的话。他家分行的吃相太难看了，我也早就看他们不爽了。之前我母亲过世，他们竟然要求证明我妈是我妈，还说户口本证明不了，而且明明只有450万，他们竟然敢开口要750万，这不欺负老实人吗？我可不愿意吃这个亏，你要是怂了，我鄙视你一辈子。我顿时喜出望外，对方冻结现金流这一步，我是真没想到，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，差点一度想放弃。但是妻子的话让我大受鼓舞，重新充满了信心。干他！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老公，你去请律师商量下后面官司的事，我去一家一家跑银行，把资金全部解冻。如果没有解冻，那咱就卖房卖车，把现金流给续上。好的，老婆大人，咱们干他。我与妻子达成了共识，这可把一直旁听的大堂经理气得够呛。他见过不识好歹，没见过如此不识好歹，说不清是愤怒还是震惊。就当我想抛下他们，前往律师事务所时，没想到竟然被他们强行拦了下来。大堂经理神色不善地说道：“毕先生，今天不拿出这个钱，你哪都去不了。”听到他的话，他身后的2个人直接拦住了我所有出路，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。我没有与他们过多争论，直接选择了报警。警察过来之后，我才得以脱身。大堂经理站在身后冲我高喊：“找律师是没用的，乖乖掏钱才是正道。”我没有理会他们，然而我很快就明白了对方有恃无恐。我再度联系去年帮我同银行打官司的律师，可是他却一脸为难地拒绝受理我的案子。手头有充足的证据，我们这场官司不会输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律师一脸为难地拒绝了我。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
他才吐露出实情。我已经失业很久了，自从去年帮你与银行打官司后，我就被整个行业封杀了。从去年到现在，我已经1整年没有接到案子，现在已经改行卖炸鸡排了。今天是你运气好，我来律师事务所办事，不然你得扑个空。这件事你也不要找其他律师了，整个广陵没有人敢接的。律师也是普通人，也要吃饭的，有我做典型，没人敢接的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以前读书时老师说的话了。他说现在大案讲政治，中案看社会影响力，小案看关系。听着律师滔滔不绝的话，我很诧异，短短1年时间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。去年刚认识时何等的意气风发，现在整个人却颓废无比。我们还有机会的，这次我们有足够的证据，只要我们能打赢这场官司，无论是你的处境还是我的处境，都会彻底改变。只要官司赢了，对方就不再找我麻烦了，而你则拥有了巨大的名气，你还怕接不到案子？我很清楚，凭我手上的证据，官司无论怎么打，输的概率都很小。听了我的话，律师久久无言，随后说道：也罢，我很看好这个案子，咱们赢的机会很大，我再陪你赌一把，赌输了我就彻底改行卖炸鸡。为了缓解他的压力，我特意付了3倍律师费。很快开庭的日子到了，去年的场景一模一样，两拨人马再次对簿公堂。只是刚开庭，我方就节节败退，对方律师很厉害，准备的也很充足，从取款记录到监控再到上门沟通，结果对我们步步紧逼。眼看局面越来越差，我们却丝毫不慌，轻松一笑，拿出了我当时录下的视频以及通话录音，立马止住颓势，打退了对方的攻击。对方律师当即大脑都不够用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千算万算，对方没想到我竟然还藏着这一手。尤其当通话录音中清晰无比的传出银行客服拒绝重新办理业务之后，银行的人脸都黑了，比包青天的脸面都黑。法官宣布延期再审。刚从法院回到家，我就接到了银行的电话，对方还是一样的傲慢，奉劝我不要无谓挣扎，早日还钱。我没有理他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经过妻子不断的投诉，公司账户已经解冻了一半，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与他们斗到底。现在的局面是80万对800万，优势在我。然而我却完全低估了对方，对方根本没有善罢甘休。就在我们以为稳操胜券之际，对方再度给我施压了。这次他们联系上了我的父母，父母已经退休多年，早已在家颐养天年，可是银行工作人员却手拿文书，半夜找上了他们，对他们直接一顿输出，又是威逼又是恐吓，吓得我爸妈大半夜睡不着，连连给我打电话。等到我匆忙回到家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桌上摆放的农药。我爸妈年事已高，本来就有些糊涂，再经过对方这大半夜的恐吓，差点就喝了农药，幸亏我回来的及时。儿子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到底犯啥事儿了？对方说要让咱们家破产倒闭，还说搞不好要坐牢蹲耗子呢。爸妈，你们纯粹是多虑了。随即我把与银行工作人员的恩怨说了一番，他们是真够无耻。听到我的话，爸妈顿时犯了难，他们潜意识里觉得普通人不应该跟银行作对，应该向银行服个软，认个输。可是，一旦认错，就要额外多掏出300万，这又让他们心疼无比。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。要不你再和他们商量商量，说那300万是个误会，再把那多出来的450万给还了，咱们一家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好。儿子，你要知道，自古以来，民不与官斗，普通人斗不过官的。我爸一脸担忧地说：“我知道他们是在为我着想，可是父亲却不明白，现在时代已经变了，银行工作人员已经不算官僚。”爸，放心，我已经有应对措施了，咱家会没事的。随后我把自己的想法、爱人的支持以及与律师最近做的事向他们和盘托出，他们才放下心来。警察也没有坐视不管，直接把所有上门恐吓的银行工作人员拘留了几天，他们这才老实下来。可他们刚从拘留所出来，我直接起诉了所有银行工作人员，控告他们恐吓、暴力威胁老年人，还拿出了当时的证据，把刚出来的大堂经理气的原本发黑的脸色都开始变紫。很快第2次开庭了，这一次银行工作人员拿出了更多的证据，试图证明我方不当得利，蓄意侵占银行资产，但是这些都被我们轻描淡写的挡下。庭审时间耗尽，法官宣布延期再审。不料休庭之后，银行新任大堂经理却不慌不忙，一脸成竹在胸的找到了我。毕先生，我行愿意再给您一次机会。是的，我没有听错，对方确确实实说的是给我一次机会。您拿走我们银行750万的事情，我行不可能不追究，但是也不想把你逼到死路上，因此我们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法。什么折中的方法？钱呢，你肯定是要还，但是只还450万就行，剩下的300万我们可以把它转变为企业贷款，即变更属性成贷款性质，这样您就不用还钱了，每月只还利息就可以了。那满2年之后，这300万怎么处理？到时候我们有办法给您再次延期2年，一直延下去，延个10年、20年没问题。很好的办法，可是我拒绝。我直接不留情面的拒绝，他们想的真美。一旦我同意了他们的做法，听起来那300万就可以一直不还了。但是哪来那么好的事？到了2年之后，如果他们不给我延期，我就得乖乖还钱。毕竟我已经承认那凭空多出来的300万成了我名下的企业贷款。这个方法对我没有一点好处，对于他们却没有一点坏处。毕先生，您先不要着急，我们给您7天考虑时间。经理那边说罢，还故作神秘的笑了笑。7天，半天我都不考虑。我心里暗自得意，可我刚回到家就接到了手下的电话。老板，不好了，咱们的合伙商刚刚通知我，他们要取消和咱们的合作。听到手下的话，我心里面一堆 C 字开头的词冒了出来，用屁股想都知道，肯定是银行捣的鬼。这特么的到底是银行还是黑社会？我一边大骂，一边给合作客户打去了电话。我们大半的合作商都是本地的企业，都与广陵分行有不解的关系，因此他们看在银行的情面上，还给我公司打来了电话，妄图给我施加压力。怪不得对方白天那么普通，却那么自信，原来是以为吃定我。我仅仅用了半个小时，就给所有合作商老板打去了电话，并把所有事情简单解释了一遍，并且约定好了一起吃饭。其实即使我不去约他们，他们也都会约我。酒会上，一众老总开始露出真面目。毕总啊，听说你可恶心了咱们广陵分行一把，你这行为可是有碍团结啊。对呀，毕总，
你这波可玩的真大啊！你是真敢。毕总，你黑了银行750万有好处，不光能自己分啊，你看我这边的进货价是不是也提一提啊？听着一众老总的话，我咬咬牙，我就知道他们的动机根本没想过帮银行，是想从我这里捞一杯羹。虽然有落井下石的嫌疑，但是做生意嘛，生意场上这样很正常。与真小人打交道，总比伪君子要强。不，老毕与广陵分行的恩怨大着呢。去年广陵分行吞了老毕250万的事，你们不知道吧？酒席之中还是有不少真朋友替我说话，听到朋友的话，所有人都来了精神，立即化身吃瓜群众，开始疯狂吃瓜。去年老毕他们公司的250万不翼而飞了，广陵分行说是员工个人行为，死活不肯赔偿，如今官司都打了1年了都没有结果。卧槽，真的假的？那还能有假？去年得知这事后，广陵分行的公户我就少用了，就连我家保姆知道这事，都把卡里的几百块钱提了出来。听到好友的话，一众老板脸色阴晴不定。今天银行敢这样对我，明天就敢这样对他们。毕竟在他家工作人员的作妖之下，整个分行的公信力已经丧失了。那他还挣了银行500万，也不亏。放他娘的屁！抛开那250万，我最多只拿了银行200万，我都不知道那300万哪来的。我愤愤道，这也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。这300万总不能是凭空变出来的。不可能的，老毕，你又张口瞎说。老毕，这有什么不敢认的？咱敞亮点。众位老板都不相信，惹得我连连解释。我倒是应该知道那多出来的300万是哪来的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去年广陵分行的赵行长在澳门输了300万。你们说他一个分行行长上任不到3年，这么多钱是哪儿来的？一瞬间我全明白了，原来这群孙子又打算拿我当提款机呢。几天之后，我花费了一些代价，逐一与每个供应商重新建立了合作关系。而此时律师也通知我，法院这次判我方胜诉，因为银行以为能通过合作商议即奏折，没有继续寻找新的证据。本以为我会乖乖束手就擒，可是他们却没想到等来了败诉的结果。法院眼见银行提供不出更多的证据，直接以对方证据3性不满足判我胜诉。就在银行大堂经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之时，他同时接到了行里的通知，分行赵行长涉嫌挪用行内资金，被立案调查，与他关系密切的相关知情人士全都要被调查。一瞬间他面如死灰，一时间眼角滴落几滴悔恨的泪水。而在几天后，我还见了广陵分行的旧行长，与上一次见他相同，几天之内他仿佛老了10岁，以前的锐意完全被颓废取代。我们全程没有说话，但是我仍然能从他的眼中看出满满的后悔之情。旧行长开口了，如果当时我们只让你退回200万，你会还钱吗？我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。看到我点头，分行行长满脸懊悔，直接开始嚎啕大哭。出了分行，我掏出手机打开了录像。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广陵分行的新行长上任的第1天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银行告我的案子结束了，我告银行的案子还没有结束。去年我250万存款不翼而飞的事情，已经足足折腾1年，今年是时候结束了。新上任的行长本能的打算沿用前任的计划，即使败诉了也拒不执行，反正分行又不怕。可是他没料到，法院刚判我胜诉的那一刻，我直接花钱雇了一大票自媒体博主，堵在了银行门口。记住，自媒体博主一来有钱赚，二来有大新闻，一个个兴冲冲的跑来了。我的金牌律师说的一句话我很认可：大案讲政治，重案看社会影响力，小案看关系。看着事情发酵的越来越大，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，越能出奇制胜。新行长怕了，咬咬牙把去年的250万本金以及误工费、律师费等一众费用全都一股脑掏了出来。看着到手的500万净利润，我直接满面笑容，这可比我开公司1年挣得多得多。拿到钱的第2天，我就给妻子新买了一个包，以及换了一辆新车。同时，鸡排摊的旁边永久地少了一位同行，但是网络上却突然多了一位金牌律师。